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农历新年公告来了，国际服将会在1月16日更新，国服将会在1月18日更新，比较慢2天。这一次更新版本 1.0.78， 龙火忌讳，那么也是一样更新3个小时。节日活动来来去去跟平时是差不多的，不过它这一次变成8天的活动，并且根据这里的描述，这一次的活动有很大可能是联盟活动，也就是说需要花钱去购买礼包，或者是用你的宝石转换成道具的那一种活动。因为圣诞节活动就是期权宝石活动啊，所以照理来说不会再出类似的活动。这个活动也不像哈利波特转盘，所以我就排除掉那个活动。我会这样推测，主要是因为这一次给2个道具，一个是给鞭炮，另外一个是给福袋，并且这一次兑换道具还有机会可以换到小刷子。小刷子就是幻化城市皮肤的那一个。这一次活动将会增加新的饰品，吟游诗人的咏叹，并且红包活动也是回归了。红包活动就是如果你有红包的话，你可以在联盟聊天室里面发出去给你的朋友抢，最多5个人。还有包括联盟竞答、保护物资、海战寻宝，还有半价的杂货铺全部都回来了。接着装备觉醒相关优化，优化了装备觉醒界面中装备的排序规则，优化并且统一了部分装备觉醒5的效果名称，优化了在部队派遣界面中装备觉醒带来部队容量增加的效果显示。这点所指的应该是这个界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其实没有写在更多里面，只能通过这个方式查看。但是也是因为这个画面太过简陋了，有些玩家不清楚哪一些是装备争议带来的效果，所以他们决定优化这个部分，优化部分装备觉醒5效果在战报中的显示。那可能有些观众还没有5觉醒的装备啊，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5觉醒的话，出来的效果会变成这样。其实如果你从表面上看的话是差不多的，刚好我这份报告上下有对比啊，下面也是写无锋匕首装备，但是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就变成你必须要点开之后才知道，你是触发到什么效果，就看得并不是很明显。我个人觉得在修改之后可能就变成无锋匕首装备后面增加多一个括弧写天选之力，或者是增加一个5的标记在后面也说不定。毕竟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确实不够明显啊，需要点开才可以查看，会比较麻烦一点。接下来是电脑版的优化，新增消息通知功能，游戏内通知将会通过系统通知推送，就变成我们的 Windows 界面也是会看到通知跳出来说，万国觉醒，你的部队已经训练好了什么什么，有点像我们手机版那样啦。最后其他优化，这个也是我最期待的部分，在 iOS 设备中新增了多个画面设置选择，可以通过调整选项来提升战斗场景的性能表现。它这个功能就是把你的 iPad 分成2个画面。据我了解，现在万国觉醒暂时是不能这样子分开的。有些观众可能会问到，这样子分开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是有2个不同的账号，比方说一个台服一个国际服的话，你就同时可以开启2个账号，在你同一家 iPad 上，或者是你可以一边开着国服一边开着国际服，或者是做其他东西也是可以。甚至你会搞应用软件分身的话，你就可以变成2个国际服账号都开着。一般的手机都是可以双开的，我不确定 iPad 能不能双开了，可能之后要研究一下。第2个其他更新也算是大更新了，优化新建联盟要塞领土规则。联盟要塞将不能建在其他已有的要塞，包括本联盟要塞的领土范围内，也就是说 A 要塞也不能建回 A 要塞上面。这个新的规则只会在1月18日之后开放的失落之地生效，不过国际服会提早1天，17号的时候就会生效了。这个是前阵子官方所分享出来的图片，各位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建要塞的方式是根据上图，也就是 A 跟 B 是贴在一起的，可以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缝隙而已。然而当你攻击这个要塞的时候，只会烧到 B 而已，并不会烧到 A， 除非有接触到 A。 但是完全没有碰到 A 的情况下，就算你的旗帜是可以概括到 A， 也是没有办法烧到 A。说明白一点，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接触面，如果你的旗帜并没有接触到这个方向，你是没有办法烧到 A 的要塞。就算你的旗帜是已经概括了 A 的要塞，甚至到这一条线也是没有办法烧，只要没有接触到都是不能烧。为什么我会这么了解呢？就是因为上次打的 KVK，你们知道有多么痛苦吗？他们每次烧掉一个要塞，那个空间只能让你迁成一个城市而已。而且你们看图片比较应该也知道，他这个建要塞的方式是真的跟官方放出来的样本是一样的，只是差1格而已。只要联盟积分够多，要耗到一辈子根本不是问题。官方会更改这个规则，一方面也是为了大家的游戏体验，但是主要原因呢，也是担心因为没有打架，他们没有办法赚钱。那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打，我就问一下各位，你们死的兵到底是什么兵？大多数应该都是小号吧。
而且这样子拖延时间，官方就没有办法更快的去赚更多钱，你们只有打仗死兵消耗资源消耗加速才会去买礼包，而且这样子的战斗也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玩家，提升万国觉醒的流量。为什么这样子讲呢？那我就问一下各位，当你们要看直播的时候，来来回回都是看到一样的画面，都是看到那个主播正在烧着要塞，你们会有什么感想？而且是连续整个星期都是看那个主播在烧要塞，就算没有入坑的玩家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我都不要打了，浪费这么多时间烧一个要塞烧得要死。我玩战争游戏就是为了要打架，为了要打人，结果你叫我去烧要塞而已，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钱。那么在改了规则之后，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叠要塞，可以叠，但是它必须有一个距离感。至少你们可以看到之后，就算你烧掉一个要塞，它退的格数都是3格，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只是退1格而已。进度不管怎样说都是比之前还要更好。不过老实说，这个更新其实不影响到一般的王国，只会影响到先锋王国而已。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叠要塞之前的前提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拥有足够的联盟积分。一般 CD 主王国并没有这么多的活跃玩家，没有这么多的联盟积分，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去叠要塞，因为根本没有能力叠。那你们看到我以前做的影片，大多数叠要塞的都是一些先锋王国而已。当然这个改动对于劣势方的先锋王国来说会比较不公平，但是不改动也对于那些进攻方的王国来说不公平。所以官方做出的妥协还好，不是说只能边边贴边边，还是一样能叠，只是不能像以前那样这么夸张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问一下各位观众的想法，你们觉得这个改动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你们支持不支持？埃及之战及各类赛事活动中新增了专属地图标记，这个必须要等更新之后才可以查看了。调整了部队交换按钮和部队头像的位置，避免他们之间产生干涉和遮挡。那我坦白说，我平时补兵是真的很不喜欢用这个方式来补兵。交换部队也是，因为它那个按钮太难按了，所以一般我都是点开联盟里面去补兵。像我自己本人都是点开联盟来替换部队或者是增加部队进去。那我手速快的话至少还可以补得起来，但是一般玩家他们可能点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就不能用这个方式来点。我个人也是同意要修复这个部分。现在担任驻防统帅的时候，推出旗帜或者是要塞会有一个弹窗跳出来，不过在更新之后就会有一个当日不再提示的选项，可以让你们关闭掉通知。这个在之前的策划直通车里面也是有讲过。优化战报中争议效果的显示方式，方便玩家进行查看和对比。其实在前阵子有更新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比以前还要更乱了，我不懂是不是我的错觉可能也是有不少玩家觉得这个比以前更乱，所以反馈给官方知道，他们之后又在更改了吧。调整了部分装备饰品、军器、铭文、统帅天赋效果触发条件，使这些效果在进行或受到远程攻击时也能触发。那我觉得这里所谓的进行是包括远程统帅正在进攻的时候，这个东西反馈了这么久，终于有改进了。不过这里依然还是写部分而已，并不是全部都可以通用的。军器属性排序功能中增加了非战斗属性的选项，在之前策划直通车就有一些玩家反馈说要一些野蛮人或者是采集的选项，所以现在官方他们又增加回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过的装备存档功能优化，它更新之后将会像我们现在军器这样子，它会锁定在1、2、3、4、5，并不会绑定在统帅上面。这个也是我之前想要的重大更新，更方便玩家替换装备了。不过在更新之后，所有的记录全部都会清空，之后需要自己重新搭配过，所以各位最好现在做截图或者是做记录保留。最后优化游戏弹窗文本排版，以修复部分语言超框的问题。以上就是农历新年的更新公告了。整体来说，在其他部分有一些小更新，我个人还是蛮满意的。那你们觉得这一次的更新怎么样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